你们会觉得卡吗？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岛上，已经是网络的极限了，感觉。几天不是很好就很好，因为这里没有信号，然后我还专门有，不是在大马槟城吧？我不在大马槟城，我不告诉你我在哪儿，我先待会儿咋的？智商也去打游戏，你们玩什么游戏啊？这真的一点儿都没信号，我还专门弄了一个那种5G 信号的那种过来，然后稳定信号才开播的。我本来前2天就准备开播，结果发现不能开。欢迎小姐，不带妹子打。智商玩什么游戏？欢迎小七，谢谢艾斯比的关注。对呀，失路人开播。其实我前天就准备开了，我前天就准备开，对。不对，我大前天就准备开的，但是因为我当时以为直接就能开，但是因为在国外开不了，它有权限，然后我当时开了一下，然后我就给它关，然后开了之后它有权限开不了之后我就去搜。对，我去搜，我说怎么能在国外开播，然后就发现很多都不能开，颜色很好看。我这人天天游泳哦，我头发的颜色掉了，它已经掉得很浅了。我天天洗，因为那个理发师给我说，如果我洗头洗得勤的话，可能2个月就掉了。去哪儿了？我去潜水去了。开这么早，因为我早上6点半我就要起床，我7点就起床。我现在军训啊，谁懂？我现在军训，我现在军训呢。我现在作息只有那么规律。我现在7点起床，我昨天累死我了，我昨天8点半就睡觉了，这是我有史以来这么几年睡得最早的一次。我8点半就睡了，然后今天7点就起床了。我一天3顿吃满了的，就是非常的很规律，非常规律。染头发，我就是染头发了。我上周就染头发了，我就是染头发了。跟国内一样，对呀，跟国内一样，没有时差，我还用的是北京时间，而且我就是当时不是我大前天就准备开播，但是因为不了，就是说异地嘛，然后我就申请，然后就找为什么怎么，我开始以为是网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上了一张这边的异地卡，然后我以为是异地卡的原因，网络的原因，后来你用什么卡都开。那我就去抖音申请了异地开播，然后才能开播的，就是申请了异地开播才能开的，不然的话我都开不了，我差点以为开不了了。其实不是你们卡，就是我这本身就卡了吗？他不得早起。你又晒伤？我没有晒伤，我天天涂2层防晒。卡呀？不，看来是对，是我卡，是我的问题。因为这岛上啊，家人们，岛上大家见谅一下，岛上的信号非常的4G 1格，4G 可想而知，4G 1-2格，我刷抖音都刷不了，我刷小红书回微信都回不了，就是差的一批。很卡嘛，就是说很卡嘛，非常卡嘛。非常卡嘛，这是多卡，没事了，就卡那么一会儿吧，应该，因
因为我还专门弄了一个那个网，现在好一点了，我还专门弄了那个5G 网。晒伤我没有晒伤吧，我感觉我没有，我目前感觉是没有晒伤的，因为我感觉我涂了很多防晒，而且我还专门买了防晒袜、防晒衣，就是穿的也是长的。卡呀，很卡吗？还是有一点点卡呀？很卡吗？而且在水下其实还好，在水下我穿的是那种长的潜水服，所以说应该还好。因为我这2天就是脸的话，我是涂2层防晒的，我感觉还好，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晒伤，我自己都没有什么觉得。安卓很卡吗？我想说很卡吗？是有多卡？就是完全卡来不行吗？和我做的 PPT 一样，对，就是玩水更容易晒伤。但是我有在注意防晒，因为我很怕变成当地小黑，所以说我那个啥的，我那个都穿的很严实。欢迎叔叔，谢谢。哎，这是谁改名字了？谢谢叔叔灯牌，不卡了。他就是一会儿卡一会儿不卡的。考 AOW， 我考那个 OW 和 AOW 2个一起考，我是2个一起考的。变回酱油了，所以说我就是为了防止晒黑，我就很小心了，我就怕变成当地小黑，所以说我已经非常小心了。谢谢卡总的灯牌，我已经就是每次早上涂1层防晒，然后中午涂1层防晒了，和我军训一样，一天涂2次防晒了。这还是国出国了，现在不是在国内，要国内也不至于这么卡了。晒黑，我现在应该没有晒黑吧？谢谢小健的30个小星星。我感觉还好吧，没有那么黑吧，我感觉还好，亮一下，我感觉还好哈。谢谢小健的大啤酒，谢谢点亮我的掌管。在外面哈，在外面也能点亮展馆，也是非常不错的了。就是说，我们看看，真没晒黑。越来越漂亮，可能是因为我染了头发了吧？可能是因为染了头发不一样了，出国了。对，我现在在一个小岛上，这是个岛房。条件就只能这样了，没办法了。幸好我还带了灯，我还带了那个补光灯。你看我眼球，我前面还有个补光灯，不然的话我真的很黑。因为这儿光线有限，这岛上其实挺落后的，因为我就是就潜水完了之后很早嘛。这个岛上有一个本地人，那个巴瑶族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这巴瑶族人，我的天呐，巴瑶族人就是他们真的给人一种原始部落的生活，他们的房子都是那种用铁皮搭的，我每次走那儿过，我都觉得我有点害怕，就是怕本地人万一就是就那种把我拐跑的那种，很吓人。他们本地人很黑，巨黑。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去，我自己一个人也不敢出国呀，我自己一个人太危险了，一个人在外面。对，吉隆坡的天气翻云覆雨是真的，我算是真的体会到了为什么歌要这么唱了。吉隆坡每天下午3点半准时下雨，下一场大雨，然后下到6点钟，每天都是。我在那儿待了2-3天，每天下午3点左右，3点多就下雨，而且下了巨大的雨。谢谢小健的加油呀！谢谢小健，谢谢。消费老贵了，还好，我感觉跟国内差不多。你不去那种很贵的地方消费的话，我感觉跟国内差不多，就是马币会比国内人民币贵一点。就比如说，
你买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是1马币，你要乘以1.7的汇率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种。买点儿，我完了之后帮你看看，我完了之后帮你们看，我帮你看看那个哈，完了之后，但我这2天没办法，我这两天都在小岛上，我出不去啊，我哪儿也出不去。我本来想去其他岛也去不了，我本来想去那个听吧去拍点照片的，结果每天给我干一整天啊，每天上课上一整天，没有时间啊，而且他们这边黑的特别早，6点钟就黑完了，所以说没办法。我给你上嘴，你接我干啥？我在岛上，你接我干啥？上什么课？我上潜水课，我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上课，上到下午4、5点钟下课，然后6点钟就天黑了。而且他们下午就是岛上，你不管是出来玩还是什么，就是岛上，就是你上岛4点钟就是收尾的船，就是你相当于你在岛上玩，你在任何一个岛上玩，然后就是4点钟你必须得坐船出去，你必须得坐船到那个仙本那的那个镇上，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困在岛上，你就只能住水屋。这个水屋是按人收费的，2、3千一个人1晚，是按人收费的，都不是按一个房间收费，巨贵，巨贵，就是按人收费的，我就不理解。我想说，这种房间不应该订房吗？就比如说你订一个房间，2000块钱1晚，你可以，对，手受伤了。然后它是按人收费的，所以说你下午4点必须得出去，你不出去你就没地方住，你晚上只能在岛上过夜了。就是你白天，你下午4点必须出去。真的吗？白白不是还欠我一个嘉年华吗？我可记得住啊。那边物价有点高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跟国内差不多，对比国内贵一点点，确实比国内贵，消费比国内贵一点点。就比如说，但是其实贵不了多少。就比如说我去买个可乐，听装的可乐，国内多少钱？国内应该就是听装的可乐，国内就3、4块吧。这差不多也是，这差不多你去711买的话，就这种711的商店买的话，估计也是差不多，应该3块5，换算下来应该是3块5或者是4块钱，就多一点点。其实它还是那个啥的，它还是比较，我感觉还好，只要你不去那种高地方消费，但是也有一些景区的东西还是蛮贵的。就比如说你去，比如说我在这儿，我买了一个肥皂，就是这没办法洗衣服嘛，然后买了个肥皂，15马币，哎，对，15马币换算成人民币的话，就是30多块钱，40块钱了，就是这样。谢谢泽宇的棒棒糖，谢谢你。谢谢泽宇棒棒糖。最低消费就是泰国，它确实会比国内高一点点，我感觉还好。岛上1晚就订，我不要，太贵了，住不起，谁能住得起这3、4千块钱1晚的岛那个水屋啊？而且他们水屋环境我没住过哈，所以说我不知道好不好，但是听说也不是很干净哦，就是说。要视频还要华子，成年人能不能都不做选择都要啊？咱们就是白总。我现在还在赶回老家，把护照弄好了。其实还好，我觉得马来西亚就是免签的，大家都可以过来玩。其实我觉得消费的话，我觉得跟国内差不了太多，就还好，真的没有想象没有那么的贵，可能会贵一点点。1比0.6，反正是现在是1.6、1.7的汇率吧。反正我每次都是乘了1.7、1.6的那种。谢谢奢念的点亮。我现在还卡吗？我就现在很关心我卡不卡。泰国主要是为了喝它的红牛，别点了。红牛没喝过，我在这边喝的最多的就是雪碧了，因为不踩雷。不然的话他们这有些什么
水就很难喝，喝不来一点儿，好多了。不卡就好，我就很怕卡，因为我就是为了这个不卡，因为岛上真的我连微信都打不开，可想而知这个网上信号有多不好。所以说已经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为了买那点饰品吃的买，那何必呢？是不是？那我能都要吗？拜拜，我能都要吗？就是我。我华子和那个饰品都要吗？没关系，你可以买个小一点的饰品，就是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行，就是什么都可以，我不挑的，我不挑，什么都行。下次不去了，肯定要了解这个哦，这个国家你得带插座，我都带了插座的，必须得带插座，不是你不带插座就插不了，就用不了。这么早开播，是因为我这么早开播，我要早点睡觉啊！我今天晚上还要上会儿课，上会儿线上的课，我要上会儿线上的理论课。我一会儿下了播之后上了会儿理论课，然后明天早上7点钟还起床呢。喵喵也在播，喵她平时很早播，因为我平时是10点半开播的，我现在播是因为我明天要早起啊，而且明天。一运动就一整天，你可想而知我这个身体，我扛一个30斤的那个气瓶儿，我每天我觉得我在工地搬砖啊，我笑死了。我扛个30斤的气瓶儿，我每天就扛着，我觉得真的很重，每天背个30多斤的气瓶，30多应该是30多斤，40多斤，30-40斤的东西。我感觉我往后仰我都倒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多重，巨重啊！我天天感觉像在工地上搬砖一样。别按这个点来回过直播，好，我尽量，家人们，我尽量。对，我平时都是10点播的，只是因为最近实在是不行，太晚睡觉，我第二天着不住啊。我第一天他难受的很，我第一天的时候我直接打退堂鼓了，因为太难受了，因为我第一天我可能没有吃早饭，我直接去潜水，我潜了上来我头晕啊，而且当时第一天潜了。第一次潜了3米，第二次潜了6米到7米，然后教练直接拉着我往下，我没有做耳压，我的耳朵好痛，就第一天我很难受，就全身上下很难受，耳朵、身体各方面我都想放弃了，但是放弃他不退钱，我笑死。所以说我还是得早起，而且也得吃早饭，不然的话遭不住啊。给我看看，给你挑选 OK 的，多什么都无所谓，我都喜欢，什么都行，对身体好。对呀，就是要早点休息。第二天，对，我今天自然醒，6点半我就自然醒了，因为我昨天8点半就睡了，所以我今天醒得特别早。金豆对，可以，金豆的话非常 OK 的，我什么我都不嫌弃。如果是2个都有的话，我什么都不嫌弃。如果是2个都有的话，饰品什么我都不嫌弃。你送我一个就是淘宝上买的，我都觉得 OK 的，我就觉得非常好。成年人都要，我2个都要，差点没关系，你直接送一个纯银的也行，没关系的，只要2个都有的话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什么都行。上班去了。血压不要弄那么低，还好。其实我不算低血压，就是就算我不吃早饭，我也能运动1天。可能是因为水下不一样嘛。100克，100克，真的假的？100克，银包金。可以的，特别好的视角。我居然站着直播的，特别好的视角。我脚打起泡了，我怎么跟你们形容？我脚打起泡。我今天，因为我穿那个拖鞋啊，我真的我感觉我脑子就有病一样。我带了那个这么高的那个拖鞋来，因为我想的是那个拖鞋可以拍照嘛。我在哪里？你猜猜我在哪里啊？咱们妍姐。我想的是来拍照，结果不知道每天能走这么多步。我昨天可能微信步数第1了，然后我拖鞋我就磨了2个大泡，然后它就变成那种小肉条了。我今天穿了那个防水袜，然后那个防晒袜，我摸了那有一条线，我还以为是某个虫钻在我身体里了，把我吓死了，结果发现是我磨破了。
出去耍了呀，也算是玩吧，但是我也觉得我没玩，因为我每天过得很辛苦。我每天很辛苦啊，每天，所以说虽然说出去了，但是好像也没玩上啊。我现在出去拍照，我想出去拍个照，我就跟特种兵一样，不还好吗？但是8点钟结束啊，但是我昨天是8点之后围着这个小岛转了一圈，起码30公里啊，我勒个刀，走的我脚都废了。但是他8点就结束了，但是我昨天起码2万步以上，就是加上晚上走的那些哈。当当当当，在成都吃辣的，成都我感觉还好吧，也有不辣的东西啊。现在应该还好吧，不卡吧，不卡就行。为什么？我就怕很卡。我本来想说，过来的时候如果不卡的话，还可以正常直播，然后还可以那个去找龙姐他们玩一下的。不卡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接 PK 之类的，我怕我接就卡成 PPT 了，然后他们都不跟我玩了。欢迎踏云之名，别接了，我又不敢接。我现在微信信号也只有，真怕卡。我也是怕卡，确实怕卡，确实很卡。因为我就是很怕卡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下个周就回去了。还玩啥？播会儿赶紧休息吧。但是中国女人必须得出片。我今天下课下的早，我回来连忙洗个头洗个澡，然后化个妆，出去拍个照。谁有我特种兵？这个不是衣柜，这个是墙，这个是墙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木头房子，这是房子，这是墙，这不是衣柜，这就是一个墙。我支持苹果。2个信号，我现在其实微信，我现在是那个信号是满的，但是它给我显示的是只有1格。不卡不一定，那边卡了。苹果，我觉得苹果拍照好看，我只是因为啥？我用水果手机也只是因为拍照，但是安卓的信号确实要比苹果的好一点。欢迎小猪。而且我今天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看到那个了，我今天在岛上。我看到水蛇了，剧毒那个玩意儿，水蛇，咬一口，那你绝对就嘎了，就就嘎屁了，因为那个水蛇的毒现在没有那个血清能够治的，就没有血清能够解毒的，就是真的你被咬一口那就完蛋了。有照片吗？我可以一会儿发群里。哇塞，我当时看起来又害怕，我那个时候我害怕，但是我还拿那个拍了。死亡前置，但是苹果比较还原，就是好 P。但是如果你用安卓的话，它会自带美颜，拍出来就会失真，就会很丑。又想看，对，就是那种又害怕又想看，因为比较没看过啊。就是那个水蛇，它跑到岛上来了，它跑到那个屋里来了，我去，好吓人。我还拍了个视频，我也挺怕蛇，主要是。如果是普通蛇还好，主要是那个玩意儿被咬到那就完蛋了呀，因为现在没那个水蛇那个毒的血清，就你咬到了，就你其他蛇咬到你还能治，你那个蛇咬到你没法治，因为那个蛇剧毒，无敌剧毒，那个是最毒的，水里面最毒的东西了。好几天这几天出片，到时候我发一下，到时候我发微博给大家看一下，很美的。我还去那个吉隆坡的那个什么塔，那个双子塔拍照了。你们不是很喜欢我上次拍视频的那个衣服吗？就是那个丝巾，你们不是很喜欢我上次拍的那个丝巾吗？就是那套衣服，我就用那套衣服拍了。那套衣服确实很好看，拍出来非常的不一样。肉骨茶吃了吗？吃了不好吃，我吃不来。别的不说，上次那个视频我就用那个是拍的，很有那种千金的感觉。也不是千金，就很有那种都市白领的感觉。我下次发微博给你们看看，我可以明天有空的时候发一个微博。而且那个白白，白白你不是让我给你拍那个，我也给你拍了啊。
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弄好，因为拍的有点大。但是如果作为屏保的话，我建议你最好是上面留点空白，不然的话容易就是那个时间容易把眼睛给挡住，知道吧？我那个也给你拍了啊，看吧，就是说你们说的事情我都可记着的啊。虽然我出去了，但我还是记得的。带着小俏皮，很好看，非常好看。然后我当时去一个算是酒廊拍的，然后那个小姐姐还夸我了，就是一个会中文的马来西亚小姐姐，她说你化的妆真好看，她说啊，她跟我抱了一下，她说跟美女贴贴。我那天画了一个小猫眼的妆，我会弄的，行，到时候我发你。欢迎小伦。我可都记着的，不下20次，好，增加一下播放率了。手指是因为今天划伤了，今天那个做那个就潜水做那个拖那个负重带的时候给它划伤了，在水里面。谢谢那个宝德灯牌，剧痛，很痛，划了一个很大的口，完了之后在海水里面泡着，很痛，而且海水因为它很咸嘛，然后就泡着很痛，然后我就拿了个创口贴粘着，然后就会好一些。创口贴粘着的话，它碰水的话就没那么痛，不然的话就会很痛。欢迎小妍。噔，没有消毒液，这是岸上好像没有消毒液，只有那个创口贴，唯一的。很容易受伤，你在水下面其实也蛮容易受伤的，因为你有时候不注意就会被那些珊瑚给划伤。对，就是腐蚀性，它就很痛，真的很痛，就像用盐水染你的伤口一样。而且我第一次喝海水，哇塞，不白了，就是很咸，巨咸，齁咸，而且你鼻子进海水，或者是你喝了海水，它很刺激，甚至会把你鼻子刺激流血。我第一天就是那个海水进鼻子，就鼻腔就很难受，然后后面我都就是我擤鼻涕的时候都有血丝，就是嗓子也会很难受，它很刺，就很难受，比淡水难受多了。喝了好多次，喝了好多次，反正我是不喜欢喝。也还好，因为我本身就会游泳嘛，所以说也还好。我如果本身会游泳的话，其实感觉上还好哈。但是说实话哈，如果对于怕水的人来说，你去海上游泳真的会有种深海恐惧症。我虽然说会游泳，我第一天在海上游了300米，就是它的要求嘛，就是你考核的要求就是你必须会游泳嘛，然后就在海上游了300米。我去，我当时我本来是游蛙泳的，结果我太累了，我体力跟不上，因为海水的阻力会比那个淡水阻力更大，我游不动啊。然后我游了100米，然后就在那个中间，我就要掉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喝了好几口水，呛了好几口水，吓死我了，你知道，就第一次体验那种快要溺水的那种无助感，你知道吧？21好肥，我笑死。跟海里跟游泳池，对，海里跟游泳池不同，但是后面就好了，后面你适应了就好了。反正我第一天会很难受，就是今天好多了，机票主要钱，反正机票都不贵，机票其实都不贵的。你来这边主要就需要的是时间，而且我决定了，我等我回国之后，我一定要学好英语。这边其实虽然说你看中文挺多的，但是其实很多都是说英语的，你英语不好真的就是沟通很难。每次登机的时候都会点一份麦当劳，那也挺好的。我在这边吃了2次麦当劳，没去过呢，还好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，你去吉隆坡的话会好玩一点，就会有城市的感觉。你去这种岛上的话，不建议在岛上住，你可以来这边
就是岛上玩，就那种什么度假村啊这种玩了，然后就回到那个镇上，那镇上也很，就是那镇上你一下飞机就闻到一股海臭，就是海腥味，就臭臭的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臭味儿，就是那种海腥味儿。然后它这边的小镇上环境也不好，很多酒店环境很差，然后你要想吃的东西也没有，想买的东西也很少，反正就像是中国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小镇一样。然后你上了岛之后，你就玩了，就看风景，看完就走。然后你住岛上的话，岛上没住的，除非你住水屋，而且但水屋巨贵，就是那种流量插座。对，你的流量和插座得准备好，确实是。泰国我感觉泰国会比马来西亚好吧，虽然我没去过泰国哈。马来语就是说的英语，因为我觉得这边英就是其他白人挺多的，而且他们马来人也会说英语。反正我在这儿就是只能捕捉关键词，就是咱们就是说那我估计3小时就离开了，从岛上。但是你从岛上离开了，你也只能去镇上。那镇上也是个很偏，就是很像中国很偏，就是很贫穷的一个小镇。在岛上更不得了了，除非你住度假村，不然你就去观察那个巴瑶族人。我这2天去那个拍照，就要从他们巴瑶族的那个村子里面走过去，我就觉得哇塞，你就像去到那种什么叙利亚那种地方，就是非常的贫穷落后。他们就是一个部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部落，就是用铁皮搭的房子，然后睡的床也是木板，都没有床，就木板。而且岛上没有电，他们是用那种发电机的。然后吃的住的非常的脏，就是那种部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原始部落，差不多，真的就是落后到那种程度了。而且他们这边小孩都不穿衣服的，就是光屁股，全身光着，天天在水里面玩，晒得黢黑，就是真的光着，就小孩啊，光着到处跑，是那种光溜溜的。还是去大阪吧，你来这边最多就体验的就是看那个玻璃海，还有就是浮潜或者潜水，或者是看风景看海可以。但你要在这边住的话，要么就贵，要么就别住，就是这种。明年抱团去日本好，日本我也还没有去，但是我明年也想去日本，因为反正日本肯定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国家，因为我还蛮喜欢日本的。感觉现在我上次听我朋友他们说，日本现在机票也不贵啊，日本现在好像来回机票也就才1000多，好像降落团建了。好像日本现在也不贵，我上次听我朋友他们说来回才1000多，签证不好拿。日本签证可以，你去找那种，就比如说像我毕业3年内的话，我可以免签。但是如果像你们毕业3年之后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找那个旅行社，然后塞点钱，让他给你办签证，其实挺好办的，你塞钱就能办，就你去找那种旅行社就能办。看流水，我觉得这种就是其实很好做，就很好弄下来的。就这种签证其实蛮好弄的，去塞点儿让他们办，帮忙办，其实可以办的，得跟团。奥地利应该不行吧？东南亚国家，对，确实是免签。不是免签，是免资产证明。我们说的是那个免签国家。日本应该不是吧？日本应该要看的。好拿工作证明，存款10万多呢就。这种其实我感觉很好弄的，你们去找那个就能做到。去找那个旅行社就能搞，我觉得哈，去找旅行社，其实就能搞。不知道，还没去过呢。我这个烂英语，我一定要好好学英语。等我英语学好了，我再去那种什么欧洲那些了。大学生跟毕业3年内的，对，就是
毕业3年内的不用资产证明。韩国跟日本算是最好拿下的，对，要么就去免签的。其实现在还是很多的。白月光族，白月光族是什么？有乘客就是好。对呀，我就觉得比较好拿的是法签、申根签，谁申根啊？应该除非你真的是在那边定居，应该不会申根吧？申根是什么？申根的话是不是在那边定居就一直住在那边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韩国也不错，韩国确实棒，泡菜国。但是我对韩国感觉还行，我对他的印象就是，没有日本那么强烈。就是如果非要选的话，我选择去日本。韩国如果去的话，那得做脸，看看萌宝应该有条件。对，可以代办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其实可以代办的，都可以代办的。公司要收走什么？不能自己放着吗？我勒个都，这么严格，团建了，咱俩重新办。这么严格吗？就是说，这些签证超级简单。都没有演出，最近没有演出。我本来11月初有演出的，但是后来11月初他那个没有弄下来，我就去不了了。所以说11月初又闭了。但是我猜12月应该会有，因为12月不是有圣诞节和国庆元旦嘛，就是圣诞和元旦应该会有申报。那你这个确实有点麻烦，还要申报的话确实有点麻烦。那你这也太麻烦了，要申报的话，如果这么麻烦，还不如就在中国玩，别出去了。其实出去也没什么好玩的，我感觉哈。不管我出关。谢谢阿光的灯牌。谢谢阿光点赞。我今天亮了几个展光啊？我想看看，哎，在哪儿看？不出去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就是，哇塞，还亮了5个，哇塞，谢谢我们小姐你。就是我觉得哈，就是。如果你是比如说去看风景的话呢，还是可以的，可以去体验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但是你体验，你就要做好那种准备哈，你就要做好很多事情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。除非你有这个，你就能享受到好的体验和好的环境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就得做好那种有落差的感觉，就是过年去爬泰山。看日出日落挺好的，说实话挺好的。又哈尔滨，又泰山，爬山好呀，爬山锻炼身体啊，爬山。东马，反正我觉得都就是除了那种比较发达的国家哈，就比如说但是日本其实消费也挺高的，日本韩国消费比国内都高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出去都是，不管去哪儿都是需要这个的。你没这个的话，你就享受的东西都会就是不好，就是不好说。过完年，你们过年不是要出去吗？西马会好一点，是有一点。你们过年不是要去那个吗？你们过年不是要去哈尔滨吗？怎么现在不去哈尔滨改泰山了？咋的了？对啊，所以说你们过年到底去哪儿？去哈尔滨还是去泰山啊？你们到底去哪儿？他们去。哦，小健你不去吗？年后的哦，你们年前还要去啊？你们一天去？你们今年年前年后都要去吗？纯玩半个月2万可以玩的不错，真的吗？那也要2个 W 啊。
我笑死。明天直接去哈尔滨过年，你们多久走？大年30，你们不是大年初2？哎，你们不是大年初1、初2走吗？我要去哈尔滨。我们今年春节一起过，哇塞，挺好的。到时候你们到时候记得给我拍点照片哦。你们会去哈尔滨的那个雪村吗？如果你们去哈尔滨的雪村的话，可以给我拍点照片吗？沈阳过年挺好的，明天大年30，我就记得你们大年30，你们大年30不会吃年夜饭吗？大年30不吃年夜饭就走啊？走这么早？会去，那行，因为雪村不就是有那个熊出没的那个吗？我感觉挺想去的，但是他们说雪村很坑游客，就宰客很严重。带运动相机可以，2个 W 包括基酒这些，那感觉还行哈。玩多久啊？我看你说的玩多久？玩半个月包基酒2万，还是有点贵的哈，才半个月呢。视频里结吧，我真晕啊！矿泉水卖我30，那很正常啊。你去日本买西瓜在日本来说算是个奢侈品了，巨贵。比之前好多了。我这个是什么？我这个是手机直播的呀！我这个兜卖我90。晚上好呀，涛弟，谢谢涛弟灯泡。那很正常。你去和平饭店吃饭，给你一个杯子，里面加点冰，然后倒点可乐，不就给你一瓶可乐，然后就这样倒进去，就要卖你90。之前那个是相机播的和手机播的其实还是有区别的。好几天没见了，对呀，因为我现在在外面，就是不太好播，我就今天才那个申请到，其实昨天就申请下来了。当当当当当。一瓶矿泉水90，可乐50，为什么矿泉水还更贵一点啊？出国旅游了，对，找团玩吧，团就不坑吗？请问最近咋不扭胯了？最近没地儿扭了，最近没地方扭了，所以说扭不了了。最美晚霞看了吗？没有看到，我运气不好。咱们就是说，我去了2天都是下雨天，所以说没有看到。但是我今天看到落日了，但是不好看。这边落日去了，亚比去了，但是没看到日落。我去了2天亚比，都是在下雨。我同事去看到就是整个红的，这边真的，我今天在这个岛上看日落，但它的不好看，它被那个云挡住了，都是红色的，很好看这边日落，但是没看到，我在亚比没看到日落，今天看到一点点日落，但是这边的日落没有亚比好看，就是说，对，运气不好，去了2天都下雨，我真晕了。可乐5块，可乐5块感觉还好啊。矿泉水4块，可乐5块，感觉还好。当当当当当，对啊，还是你那个运气好。那边榴莲不贵，对，但是你要看榴莲品种，贵的榴莲品种也贵，比如像黑刺好像也是100多，哎，多少钱？好像100多马币。多少钱我忘了，反正也挺贵的。你去买那种贵的榴莲，猫山王这种贵的还是贵，便宜的便宜。4颗草莓24，国内你要买好的草莓，其实也不便宜。可乐10块钱一杯，所
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，其实大差不差。对，日本水果贵，日本西瓜贵，日本苹果也贵。我朋友在日本留学，他买苹果都只能一个一个买，就是离谱。日本水果是真的贵。欢迎13。对，日本最贵的应该是西瓜，我感觉吃个西瓜跟吃个奢侈品一样了，太贵了。所以说还是国内好，国内是可以实现西瓜自由，夏天想吃多少西瓜就吃多少西瓜。我拿5个菜着给他塞回去。我朋友在日本留学，他买苹果每次都只能一两个的买，太贵了，就是有点。而且有一次他买了一整个西瓜，还要发个图给我们炫耀一下，他在日本能全款拿下一个西瓜了，就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像我这个不吃水果的还行，我得吃水果，我不吃水果，我觉得少点什么东西。30，你们30什么时候？你们不吃年夜饭就去了吗？你们30什么时候去啊？你们30什么时候去沈阳啊？你们总得吃了年夜饭再去呗。下午费，哦。那你们中午不吃年夜饭，就相当于中午吃个年夜饭，然后下午就走了嘛？那你们走得好快哦。晚上到那边吃饭也可以，但说实话，你们确实很快哈。反正我是除了工作，基本上都在家过的年，没有就是在外面出去玩过年的。对，打车最贵了。我有朋友在韩国留学，哥几个给他发肉吃。坐飞机回来了，不是韩国的烤肉应该便宜吧？他们那边不是烤肉就是他们那边发行起，就是那个韩国烤肉很出名吗？他们那边烤肉应该好吃的才对啊。家不回了，我宁波直接飞。你也是6，那你跟你妈说了吗？你妈不会说你吗？他是不是在韩国吃个烤肉，发现还没有机票贵，然后就回什么比国内贵多了，然后就发现机票比烤肉便宜，然后就回国吃个烤肉，然后再飞着去嘛，我笑死。那边烤肉死贵，味道说实话真假的我不知道，我感觉韩国烤肉应该好吃吧，本地烤肉应该会比我们这些盗版的好吃吧。一顿烤肉2万多韩元，2万多韩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啊？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明天也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和他商量30就走，那人家就散了。涛弟真的是这个家没你不行，是不是？这个家没你不行。还有红包，当当当的。哒哒哒哒哒。现在应该好了吧？欢迎浙江，想要早点休息。我们那我们就最后2首歌吧，最后3首歌吧。老规矩，最后2、3首歌吧，最后2、3首歌吧。我本来想让你们续个灯牌的，但是我想啊，现在才10点，笑死了。欢迎自流，晚上好呀，自流。现在还卡吗？现在应该不卡了吧？谢谢自流的灯牌，晚上好呀。现在应该不卡了吧？现在还卡吗？去一趟啊，别人起码损失4000多的红包，你给这么多红包吗？过年谁给我发一个红包啊？我已经2年没收到过红包了，2、3年已经没收到过过年红包了。晚上好呀，小刘。现在还卡吗？现在还卡吗？我现在切换成网络了，应该不卡了吧？谢谢小刘的灯牌。这是学水费去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去学水费去了？对，是的，我现在去学水费去了，我现在学潜水去了，目前不卡。对，我切换成网络了，不卡了。我刚刚只有卡到4G 了，不是，刚刚我卡成那个流量了，因为我现在是连了 WiFi， 然后刚刚我卡到那个流量4G 2格信号，1格1-2格的信号的4G， 太卡了。之前说过，对，我现在去学去了，现
现在学了2天了。去年不是发了吗？去年忘了啊，对，去年发了，对，去年过年的时候发了啊！天哪，我忘了，すみません。咋样啊？很难，我觉得有点难，但是还好，科几了，科几了，大概科一还没考过，科一还没考，算是应该考科2了，应该算是，如果是算驾照的话，我忘了群里啊，对哦，去年还是有红包的，刚科一。理论还是学过了，现在应该学实操了，应该是科2了。就是第一天会很难受，第一天我都想放弃了，就第一天会很难受，第2天就好了，适应了就好了。第一天就是全身心的受不了，然后第2天就慢慢适应了，就这种。今年这不是传统吗？不，为什么今年不发了？为什么？今年为什么不发了呢？我们今年也要发，过年就是应该热闹热闹，是不是？群里就应该热闹一下。某人会忘记，哎呀，这不是因为突然没想到嘛，真的是没想，这不是因为突然没想到嘛？那不是我故意忘记的，你看你一说我就记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每年都发了呀，那不是我们去年不是红包雨嘛？就是我发了之后，谁是那个谁是那个运气王谁发嘛？不是那个吗？不是这个规则吗？那我也发了呀。那我肯定发，过年我肯定会发红包的，放心吧大家，过年我会给你们发红包的。老司机啊，小刘老司机啊，谢谢阿姨的11个闪耀。谢谢阿姨的闪耀，继续这个传统，对，咱们要把这个传统继续下去。红包跟我要命一样，20个，那你们太多了，幸好我不用发红包，我最多给你们发红包，反正我是不会跟我的什么侄儿侄女发红包的，反正我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，今天少发点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咱们就是图个喜庆，图个吉利。祝你是丞相你啊，我笑死。真的是服了，我还想去找他们玩呢。咱们就是说下次去试一下，连一下会不会卡。我感觉就是信号好的时候还是不会卡的。2K 多，应该没有2K 吧？是在仙本，对，是的。今年1W 意思意思就行，我觉得 OK，1W 意思意思就行。小的好说，主要大的。04大侄女，那你就不发呗，反正我是不发的，多大的我都不发，多小的也不发，没钱，问就是没钱，我最多买点什么吃的给他们就行了，买点什么糖啊，什么旺旺大礼包啊，这些差不多得了。3个月拿证，我要1周拿，我要1周拿证，我要1周拿。有的群里加上你们单包，有的 OK 的，我有单包吗？我发个1Q， 过年终奖到位了。我想起来，去年小姐年终奖的时候给了我都也是人给我送了华子，是不是？欢迎解谜者。那就行。小健发3个狗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发3狗头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就开始掏兜了。
比他们大，好吧？那就行，那就行。那我的单包有的话就行，我单包有的话就行。说到手软是吗？今年没了，为什么？伤心了，不行，必须得有，我不要。两个成平民出血嘛？小杰你还差我呢，什么时候给我？我可记着你们差我的，就是你们差我的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今年都不发，我记着呢。小点1块钱意思，我笑死，1块钱意思得了。单包也没了，我真晕啊！不了，我可记着的，我记着的。我笑死了。小健，你发3个狗头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小健，你最近就是说，你看我都没播，你是不是你有没有那个什么？就是说，欢迎水穷处，11月底考试，12月初就出发。你12月你要去玩是吗？我手都抽筋了。你那个还没有织完吗？你上次不是说你织完了吗？你上次不是说你织完了一个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织完了1朵哟？回九眼桥，哪有空啊？有空就织嘛，毕竟还早着呢。现在才10月，还有2个月呢，是不是10月？我看一下哦，对，现在才10月份呢，咱们还早着呢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还有2个月呢。看你们了，不能，我们得延续这个规则，咱们就是说，我们不用像去年一样发几轮，我们就发1轮就行了。都怪丈娘，不能怪我真的想不出来了。欢迎神秘人，都怪拜拜，笑死，不行就怪，不能怪我。我的头发真越来越黄了，现在变成黄毛了，不够用心。那不是因为就是脑子不好使吗？最近记的东西太多了，脑子容量有限啊。不是不够用心，你看我跟你们说的东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还不够用心吗？是不是？是近视大了。近视大了是什么？笑死，近视大了。其实很多吧，到时候你们小红书上搜。红包取消，不能取消红包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，确实都是。很用心了，能看得出来。欢迎生鱼片。我们换首好听的歌，听个这个。我去笑你们随意，不能够，下班了，最后一首歌，听完我们就结束，马上都快10点半了，差不多了应该。养活差不多了，再有最后一首歌，听完咱们就下班。欢迎老乡春。对呀，就是说，确定每天不困，至少我今天不困，因为我昨天8点半就睡了，所以说我今天不困。至于明天困不困，那就是明天的事儿了。笑死了。
我是不发了，就不能够拜拜，不能够。你要不发的话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有问题找他，不能够。他口嗨，我知道他口嗨。他每次都这样，真的是伤心了。我才不信啊！你看你后面打个狗头，谁信？是不是离爱州不远了？就是下次揍他，给他2坨子。确定没有口嗨？真吧？那不行。反正过年还那么久呢，说不定后面就那个什么了，就又要发了，是不是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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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健最近有那个什么吗？有听话吗？全怪酱，不能怪我，你怪我的话，我就不给你发那个了。不要威胁你。威胁不发他出不了东北，好，你们直接在东北截杀他。必须的，真假的，你必须的。怎么在动啊？这个地板真的是，我动一下脚，镜头在动了。我明天的话应该看情况。我后面几天都是，如果说没事儿的话，我就会播，就是我比如说晚上就是时间比较空的话就会播，但是应该不会很久。如果我明天不播的话，我看后天能不能播，就是这2天就隔一天播一下吧。就是如果我明天不播的话，我就后天播，就这样。对，看我上课的那个疲劳程度，但是我感觉还好了，今天适应过来就好了，休息吧。OK， 那我们准备下播了。那我们下播之前有什么就是送我下班的吗？就是说，欢迎886。那估计你回来再播吧。还好像我今天我就觉得还好，我昨天会很难受，我今天就适应了，就还好了。今天就感觉能够接受，就能够承受了。然后明天的话看明天吧，如果明天不行的话就后天找个时间播吧。如果我化了妆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播了，因为我化妆我可能会想去拍点照片啊，或者拍点视频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明天有空的话，我发微博给大家看我拍的那套衣服，你知道吧？给大家看我拍的那套衣服。谢谢小健的礼话筒，但是礼话筒这样。谢谢小健的礼话筒，但是我这样说会不会很贪心啊？我想要坐车下班，我笑死了。行，到时候我先发你，我先发你，然后我明天的时候我应该有空的话，我会那个发微博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我这次发的图片。走，谢谢我们小健的跑车，谢谢小健，谢谢小健，谢谢，哇塞，咱们小健总太大气了，真跑车接我下班呢，谢谢你的跑车1满离，这真的是1满离了，满意，满足，今天的愿望达成了，谢谢小健，谢谢小健，给你攒碎片了，好的，拜拜家们，如果明天不播的话，我就后天播，到时候看情况吧，就是说有点难，加油白总，相信你的。好了，下播了，家们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家们，拜拜，晚安呢，拜拜，晚安。